被辞退加上秃头被杀，这让秘书没日没夜的喝酒。这天他被打碎酒瓶吵醒了，正打算收拾一下自己，却发现有人在洗澡。打开浴室大门才发现那人竟然是秃头。秘书欣喜万分，秃头没有被杀，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秃头告诉他，现在是1965年，他们正在进行一起改装车比赛的秘密侦查。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赛道极速狂飙。正当秃头拿一枪到处扫射之时，秘书又醒了过来，他意识到刚刚场景才是一场梦。电视上报道了秃头被杀的新闻，在中枪后不久，他就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该院的医生宣布其已经死亡后，秃头又被转到了一家更好的医院。这家医院提升他生还的可能性。接着主持人又采访了警长，他表示自己询问了距离较近的目击者，也就是辛普森家的狗和小小星，这当然没有什么作用，他们都不会说话。不过可以确定，警方的怀疑对象是秘书。吃饭的时候，辛小梅向大家表示，至少每个人都有杀秃头的嫌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个家的人。他弄断了小新狗狗的腿，他毁掉了老辛普森的住所，他叫不出辛巴的名字，当然还有辛小妹自己。秃头害他最喜欢的爵士乐课被取消了。此时辛妈开口了，他对大家说，警方已经锁定了一名嫌犯，就是秘书。这下大家都纷纷将矛头指向他，不只是别人怀疑秘书，就连他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罚9分的时候，开枪打死了秃头。他刚拍着胸膛安抚自己，没想到先从怀里摸出一把枪，闻了一下气味后，发现他最近被用过。接着秘书又开始回忆起那天经过，当时他离开了证明大会，却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开了一枪，那个人应该就是秃头了。想到此，愧疚感瞬间笼罩他的全身，负罪感让秘书迫切想要倾诉，于是他来到了教堂忏悔室，诉说自己就是那个杀害秃头的人。没想到警长就在这里等着他承认呢。于是秘书被逮到了警局，他叙述了自己杀人的动机和经过，包括自己和秃头是如何争吵，以及在其决定遮挡太阳之后是何等愤怒。从审讯室出来以后，秘书马上就被各路媒体给围住了。肯特询问他被指控杀死自己的老板和人生导师的感觉如何，秘书表示那感觉就像是麦当娜发现他丢掉了尾钩一样低落。此时小丑和梅尔正在看电视，听到秘书如此形容他，小丑十分生气，因为这笑话是他说的。梅尔表示小丑也是从宽恕我的荒唐行径那里剽窃来的，又能有多高贵？这下小丑也没了话说。梅尔冷静分析道，秘书应该也看了那档节目，他向来一击不落，因为他以前在证明大会上说过，所以梅尔很肯定自己记得很清楚。突然他发现整件事情的盲点，他和小丑来到警察局，告诉警察他们抓错了人，因为秃头是在星期五下午3点被杀的，而此时正是秘书在家里看宽恕我的荒唐行径的时间，所以很显然这不是他做的。这么一说，秘书也想起来了，那天他为了回家看剧，提早就离开了证明大会，在路上他确实遇到了一个挡路的人，但那并不是秃头，而是一位老人。他拦住了秘书，想他清醒过来再离开，但秘书赶时间，于是对着老人的腿就开了一枪。这么说来，秘书可能杀死一个老头。警长不明白人死了怎么能没人报警，于是大家来到了养老院，那个老人家好好的站在他们面前，原来子弹确实打中了他的腿，但老人很早以前就已经截肢了。看样子真相大白，秘书洗清了嫌疑，头号嫌犯证明了清白，警方又得继续寻找真凶。幸运的是现在已经有了线索，从秃头家里拿来1枚子弹，接下来就是应该讨论一下作案动机了。此时辛小妹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秃头是镇上最富有的人，或许是谋财害命。他向警长展示了自己列出的嫌犯，他们都因秃头产生经济上的困难。老谋子因为秃头疏忽，他酒吧关门大吉；酒鬼巴尼因为酒吧关闭，他没法顺走硬币；春田小学校长秃头盗走石油，让他学校损失了数百万；还有红发威力，他丢了工作。这时警察提出了疑问，被解雇的爵士乐教师怎么不在上面？他曾发誓过要报仇，但辛小妹相信他肯定不会做出违法的行为。不过任凭他怎么说，警长都带人去找普恩特了。了解警长们的来意后，普恩特倒是没有惊慌，他表示自己所说的报仇不过是用歌声来燃烧他的灵魂，而不是用子弹射穿他的身体。接着他有请警长们倾听了他的复仇，伤口不会持久，不灭的是侮辱的歌声，秃头会一直与此同在。一曲毕，警察们纷纷鼓起掌来。警长相信了普恩特是清白的，还调侃道，希望每个嫌犯都这么搞笑。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当他们找到校长的时候，他迟钝让审讯过程极其无聊。他表示自己确实有想过去伏击秃头，所以休会的时候他冲进了洗手间，原想在里面化妆变身，不料弄完才发现错拿了妈妈的化妆品。更糟的是，此时校监进来了。正当他们相顾无言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一声巨大的枪响，所以说校监是可以证明他不在场的。接着他们又去审问了威利，他的食指关节断裂，根本没有办法开枪。然后就是老谋子，对于这种谎话连篇的老油子，警察们选择用测谎仪来提问，你是否对秃头心存不满？是，但我没有开枪杀他。这实话
但接下来就未必了。比如老模子说自己晚上有个燃情约会，警察们还挺喜欢看他自取其辱的。此时辛巴找到了老辛普森，他发现埋在后院那把枪不见了，所以过来问一下。没想到老辛普森像吃了炸药一样，说辛巴什么事情都赖在他的头上。见辛巴被自己气走，老辛普森才从怀里掏出那把枪，原来是被他拿走了，还带在了身上。警方的调查到现在依然毫无进展。要说好的方面，可能就排除了几个嫌疑人。警长想到可能需要通宵费神了，于是就想先喝点咖啡提提神，但咖啡已经没有了，于是他就喝了一些奶油。才喝了一口，他就仰在椅子上睡着了。梦境中，他正在吃甜甜圈，秦小妹跌跌撞撞的走了进来，他提醒警长不要吃掉了线索，然后就通过谐音将信息说了出来。谁知警长榆木脑袋，反应不过来，于是他干脆就直接说出了线索，去看秃头的外套。这一句直接将警长给惊醒了。恰好此时警员也走了过来，建议上司检查一下秃头中枪时穿的外套。他们赶到医院之后，警长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了一下，果然在上面发现了蛛丝马迹，一根睫毛。警长马上就拿着它去做了鉴定。他很诧异医院竟然有全成人的 DNA 档案，医生表示没有什么稀奇的，只要用手碰过钱，政府就有了 DNA 存档。将范围缩小到某一个家族之后，电脑上出现了一个名称辛普森。刚好此时秃头醒了过来，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侯默辛普森。看样子真凶是谁已经昭然若揭了，已经确定了嫌犯的身份。警长马上带人冲进了辛普森家，辛小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警长就将 DNA 以及秃头指认告知了他们。仅就这样似乎还不够，警长还在他们家的车座下找到了一把枪。辛爸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把枪，然而上面指纹却与他拿杯子留下的一模一样。警长将打中秃头子弹和枪里也对比了一下，很明显这是完全的吻合。铁证如山，警方以谋杀未遂逮捕了辛爸，抓住了犯人。警长心情大好，就跑到小手旗下店去买了快餐，无奈服务窗口太低，警车开不到下面，于是警长就上演了一段高难度动作，最后餐点倒是够着了，可惜车子翻了，刚好后面车门坏了，辛巴就伺机逃走了。此时那位不靠谱的医生打开了秃头的病房，他过来询问秃头今天感觉怎么样，谁知他除了侯默辛普森依然是什么话也不会说。警方掌握了如此有力的证据，辛巴很担心，但辛小妹却觉得那个 DNA 是辛普森家的，所以有可能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当然这其中不包括辛巴，这意味着证据并不是那么确凿。就拿指纹来说，就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印上去的。在辛小妹的印象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辛爸手持了2个甜筒开车，于是他就问爸爸需不需要自己帮忙。正当辛爸打算将一个给女儿时，冰淇淋掉到了地上，于是辛爸就顺着手到处摸索，枪上指纹很有可能就是那时候沾上的。这样的话，他们都不可能知道枪是谁的。辛小妹觉得说不定是有人陷害了辛爸，这让他们在家里想办法的时候，警局公布了辛爸已经逃跑的事实。秘书向众人表示，他将悬赏5万逮捕辛爸，而且是死是活都可以。闻此，媒体也不采访了，所有人都去找辛爸了。谁也不知道辛巴此时就在秃头的病房，一看见他，秃头条件反射叫出了名字。辛巴略感欣慰，这会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了。不过他此前目的不是这个，而是威胁秃头不要向别人说是自己开枪的。另一边，辛小妹来到了案发地点，通过鸽子的提示，她还原了秃头中弹后的场景。腰间没有了枪，跌跌撞撞倒在日晷上。辛小妹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么说 DNA 是没错的。此时，他对面警察接到通知，辛巴出现在了秃头所在的医院，于是他马上就开车走了。辛小妹也紧随其后，他率先抵达了病房前，朝着那群想杀死辛巴的人群大声吼道：“住手！别朝我爸爸开枪！他是清白的，连个苍蝇都舍不得碾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就揪着秃头的脖领子呢。又被辛巴揪着摇晃了许久，秃头竟然奇迹般的找回了神智。他不再重复侯默辛普森，而是询问秘书这个野蛮人是谁。见他又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辛巴马上夺过警察枪，指着秃头说不是我开的枪。秃头被他这句话给逗笑了，开枪当然不是你，我可爱的原始人小朋友，想朝我开枪，你还没那个脑容量。接着秃头就在人群中指认了那个凶手，答案就是辛妈怀中的小小辛。他与人们讲述那天的真实情况，这样机器给全城造成了恐惧之后，他感觉自己站到了世界的顶端，于是又乐不可支地开始放纵自己对甜食的喜好。此时他刚好看到在车上面带微笑小小辛，他很好奇这姑娘在傻了个啥，原来是因为她手里有一根棒棒糖，然后他又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去抢。争夺过程中，秃头如愿以偿抢到了棒棒糖，但没有想到腰间枪落在了小小辛手里，然后枪走火，秃头中了弹，接着就是棒棒糖和枪同时掉进了车后座，最后就秃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倒在了日晷上。辛小妹也猜到了真凶是小小辛，因为她看到在日晷上秃头手指向了 M 和 S， 也就是麦基辛普森。然而这个猜测是不对的，事实上秃头动作是随机的。辛妈很高兴，事前真相
是这样，并表示若是小小新会说话，一定会向秃头道歉。但秃头不吃这一套，当即让警察去逮捕他。然而警察表示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给婴儿定罪。眼见悬赏金也拿不到，人们纷纷离开了。见秃头无法释怀，新妈表示小小新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个意外。不过这真的只是个意外吗？真的吗？秃头中弹让全镇人陷入了罗生门。若是没有他的最终苏醒，辛巴可能永远也无法自证清白。就像如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网络世界，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各执一词，而事件本来面目可能永远也无法看清。真相是一个美好又虚幻的追求，如何身处时代的洪流，寻找真正的答案，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又是全家集体出游的日子，这次目的地是宝宝乐园。老辛普森对这个地方很不感冒，表示自己还是就待在车上好了。辛妈却觉得这虽是专属小小新的乐园，但其他人未必就不能发现它的有趣之处。不过他们请到门口就已经叫苦不迭了，看样子又是一段无聊的旅程。第一站是大灰狼与3只小猪，除了小小新对表演反应热烈，其他人的脸上都写着乏味。接下来这3只小熊，第一只有人睡了我的床，第二只有人睡了我的床，第3只有人睡了我的床，等等，怎么真的有人？原来是老辛普森，他嫌车里待得太热了。小新独自来到了一处游玩之地，看着门前身高不得超过此高度的指示牌，他更来了兴趣，下个腰就进去了。小新坐上第一节火车车厢，还没有嘚瑟多久，就因为太高撞上隧道，接着又将立在轨道上的伐木工雕像撞倒了，还让他给旁边的鹅斩首了。看着身后的孩子们连连欢呼。另一边，其他人正在动物园里玩耍，辛巴在给眼前小羊喂罐头，见小羊不吃，他有些不高兴。辛妈告诉他应该喂机器里的饲料，说着他要去投了币买了饲料，不料揣的食物太多，小新一下子就被羊群包围了。等到他们走后，地上只剩下了他的奶嘴，还好并不是被吃了。此时全家人都来看小羊，他们十分可爱，尤其是最后一只，新小妹特别喜爱它，抱着就不愿意撒手。见女儿高兴，辛妈也很开心，看吧，来这里玩真是个好主意。这时广播响起，有些车辆被撬了，这其中就包括了辛普森家的这辆。回到家后，邻居家热闹吸引了辛爸的目光，走近一看，原来是弗兰德在办家庭烧烤派对。辛巴很生气，弗兰德，你办家庭聚会居然不邀请我。弗兰德有些无奈，这是一次仅限于弗兰德家族的聚会。说着他还为辛巴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弗兰德。不过这依旧没能让辛巴消气，他决定办一个春田镇史上最棒的烧烤派对，而且只邀请他想邀请人参加。弗兰德马上询问，那我能参加吗？辛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糟糕，趁着吃饭的时间，辛巴对妻子说了这件事，并将这个费力不讨好的重任交给了他。辛妈倒是没有拒绝，因为这是一个在法庭之外认识邻居的好机会。事情谈妥之后，辛巴将目光对准了羊排，今天的羊排好像格外好吃。辛妈解释道，他今天放了盐调味。新小妹看着他们都在狼吞虎咽的吃着，再看看自己碗里的肉，仿佛看见了他们都取自于自己心爱的小羊。他恳求着说知道新小妹是爱他的。辛妈看出来女儿有些不开心，还以为是羊排不够，于是又给她添了2块。新小妹推开盘子，我不能吃可怜的小羊羔。辛爸安慰她，这是羊羔肉，不是小羊羔，可是这就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辛妈表示，若是不愿意吃羊羔肉，她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比如鸡胸肉、烤羊臀肉、热狗。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已经让新小妹足够难受了。她坚决说自己哪一种都不吃。辛爸觉得女儿的行为有些好笑，小心也拿自己羊排逗妹妹，谁知新小妹一巴掌就将她扇进了辛爸的嘴里，然后父子俩就开始了羊排争夺战。新小妹吃素的决定在家得不到支持，她开始觉得学校才是她的庇护所，谁知这节课内容竟然就是解剖虫子。新小妹看着这只可怜的小虫子，她仿佛在说，新小妹，我可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啊。她拿起旁边的解剖刀，始终下不去手，最终颤抖将刀扔了。她对老师说自己不能解剖动物，这是不对的。胡夫表示尊重她的道德选择，然后悄悄按下了红色按钮。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新小妹也没有满意的菜式，她询问食堂阿姨是否有不含肉类的食物，肉馅糕里可能不含，你们一定还有为素食者准备的食物吧？当然。于是阿姨将热狗里的香肠倒出，将面包放进新小妹的餐盘。新小妹有些生气，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失去工作热情的吗？阿姨哑口无言，悄悄按下了红色按钮。此时听到警报声的校长感觉有些不妙，一天内竟然有2次特立独行警告，看来学生受刺激过头了。他立刻叫威利把教室里的彩色粉笔都拿走。威利拍桌子对他说，教室里根本没有这玩意儿，没有。又到了愉快的动画片时间，情节还是和以前一样搞笑，但新小妹看里面的暴力场景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她以前从未意识到这部卡通的情节
解，传递对动物施加暴力很有趣的信息。小新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这明明没有任何信息，它仅仅是搞笑的东西，就像是人们受伤那样。话还未完，他又被突然开门辛巴弄伤了。他过来向女儿展示自己的派对请柬，请参加红墨的 B 烧烤派对，多出来的 B 字因为排版错误了。辛小妹询问爸爸能否办一个不吃肉的派对，辛巴不理解，所有正常人都吃肉啊，就比如说他如果去参加没有肉的派对，他就会问肉在哪里，他想给这里的人们留下好印象。俗话说吃沙拉交不到朋友，说着父子俩就边念叨这句话边跳起舞来，可能是太魔性了，辛巴也加入了他们。一天，校长来到辛小妹的班级，他表示某位煽动者其实就是辛小妹，对学校的某些政策有所质疑，所以为了进行自由对话，他放了一段影片，名称是肉和人们自由的伴侣。大致内容是一个牛仔带着一个小朋友参观了牛肉制作全过程。首先，当鲜活牛儿在养殖场中长大，他们就从牛大学毕业了，接着他们就会被送到屠宰间进行加工，最后出来的就是一块块的牛肉了。经过了屠宰间的洗礼，小男孩吓得不轻，他告诉牛仔，我有个朋友说吃肉是不对的，他是不是疯了？不，他只是无知而已。他应该没有听说过食物链吧？在自然中，一种生物必须要吃掉另一种来维持生存。不仅如此，牛仔告诉小朋友，如果牛有机会的话，他也会吃掉它和他关心的人。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小男孩这样是茅塞顿开，对吃肉毫无意义了。影片结束，讲台上摆满了动物内脏，虽然辛小妹坚决不愿意吃，但架不住其他小朋友们的疯狂，她生气地制止他，你们没有发现自己被洗脑了吗？一个小女孩嘲讽道，很明显我这位疯狂的朋友没有听说过食物链。古蛋则表示等他长大了也要去上牛大学。辛小妹可谓是被彻底孤立了。很快就到辛巴举办烧烤派对的时间，几乎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来参加这次宴会。辛巴正亲自下厨为大家烤肉，辛小妹端汤从屋里窜了出来，对众人说，你们不必吃肉了，我做了足够多西班牙凉菜汤。得知这只是冰冻番茄汤，大家都笑了起来。眼见大家看不上，辛小妹失望的回房间了。所有人都在享受这场肉宴，除了辛小妹，她不满的叫嚷着，大家都在吃肉，真是不给我面子啊。正说着，一块肉饼从天而降，这下给了。此时庭院中的烧烤派对进行到了高潮阶段，辛巴为众人展示了本场宴会的重头戏烤乳猪，大家都很高兴。弗兰德还起立呼吁大家敬辛巴，因为他准备了这些值得称道的烧烤。就在辛巴感谢夸奖时，烤乳猪被辛小妹推走了，他将小车开到了山坡上，然后让烤乳猪顺着山坡滑了下去。辛巴和儿子就一路朝他追去，但最终也没能追上，他从水坝上发射了出去。此时秃头正对秘书说，我要捐100万给孤儿院，等猪会飞的那天。马上一只猪就飞了过去，然后秃头立刻就反悔了。辛巴很生气，冲着女儿吼道， Lisa， 你毁了我的烧烤派对，我要你立刻道歉。辛小妹丝毫没有服软，我绝不道歉，我这么做是对的，你才是错的，错的，现在我回房间去了。接下来就父女冷战时期，他俩谁也不和谁说话，明明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却要让老婆和哥哥来帮自己传话，到最后绕来绕去，让辛巴彻底混乱了。不仅打破了不和辛小妹说话的约定，还生气让辛小妹回房间。这下辛小妹不满了，你干嘛对她那么凶？爸爸，我不需要你的任何意见，你这个烧烤派对破坏者，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够了，我没办法和这个史前的食肉动物住在一起。辛小妹留下一句，我要离开这之后就离家出走了。一走出家门，辛小妹就遇到了一群不怀好意的孩子。双胞胎姐妹说她头是莴苣做的，另一个小女孩说因为和胡萝卜结婚嘛。辛小妹颇为无奈，是的，我会嫁给胡萝卜的。得到她承认，这群孩子更兴奋了。辛小妹独自走在大街上，想要寻找吃素的痕迹，但她失败了。回想起一切有关吃肉的场景，她只觉得头疼。看到快意买超市的腊肠，辛小妹感觉自己无法与世界对抗了。她拿起热狗，下定决心后咬了一口，大声喊道，这下大家都该满意了吧。这时阿普来到了柜台，听起来你好像喜欢吃我的豆腐热狗。豆腐？是的，没有任何的肉，只是脂肪含量是普通热狗3倍。没有人发现我做的改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阿普，因为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你看我的 T 恤。接着阿普就将他带到自己的秘密基地，那是快意买超市的屋顶，这里鸟语花香，像一个小小的自然世界，是阿普逃离现代世界的避难所。他说，我知道作为一名素食者很不容易。对呀，那就是我离家出走的原因。此时另一个人的声音响起了，什么？他离家出走了？此人正是保罗·麦卡特尼。辛小妹听说过他，询问他妻子在哪里。在这里，琳达从草丛中走了出来，他表示只要来春田镇就会到阿普的花园里转悠转悠。阿普告诉辛小妹，保罗和琳达也是素食主义者，而且琳达对素食菜谱颇有心得。琳达说他们不满意市场上的素食产品，因为经常会在里面发现一大块猪肉。辛小妹深表同情，那些傻瓜们啥时候才会明白，只有吃蔬菜、水果、谷物和奶酪就能非常
常健康呢。阿普惊呆了，哦，奶酪？你不吃奶酪吗？阿普，我不吃任何来自动物的食物。哦，那你们肯定认为我是只妖怪。阿普对秦小妹说，是的，真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容忍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你要知道，你可以潜移默化人们，而不必老是强迫他们。这时秦小妹终于明白自己对许多人都做得太过分了，尤其是他的父亲。他对他们深表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此时辛巴正在到处找他们，他走到他身边，爸爸在找我吗？辛巴刚开始还嘴硬，然后就难过的坐在街边。哦，丽萨，我是在找你，我想道歉。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我知道总归是我的错。辛小妹告诉他，其实这次他俩都错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但这不能为他做过事辩护。他诚恳的向爸爸道歉，对不起，搞砸你的烧烤派对。辛巴安慰女儿，表示自己能够理解，他小时候也有过自己的信仰。父女俩终于又和好了。辛巴背着女儿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生最好的交往姿态便是和而不同，既赢得了人和，又坚持了自我。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如此才组成这世间的繁华。若想万事万物都以自己的标准，那就只会将脚下路越走越窄。辛小妹就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吃素还是吃肉，原本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一旦上升到是非对错层面，不仅会伤害别人，还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和谐状态，有的只有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所依靠的，从来就不是彻底消灭矛盾，而是在矛盾中追求平衡，谋求双方的共同发展进步。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具体到每一个人便是求同存异，尊重别人的喜好习惯，但也坚守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又到正是人们做礼拜的日子，小新在教堂门口为人们分发赞美诗，没人注意到他脸上狡黠的笑。牧师拿起手中赞美诗，让人们起立，音乐起，正式开始演唱。听到人们一字不落将自己给的歌词唱出，小新颇为满意的笑了。辛巴可是知道这是首摇滚乐，还悄悄地和妻子调笑呢。看样子他们没打算将此事说出。台上弹琴老太都有些魔怔了，人们才进入下一段的演唱。他们演唱比以往的每一次都更认真，而牧师此时他终于发现这首摇滚，将这首快节奏曲调弹完，老太油尽灯枯的倒下了。牧师将稿子拿到小朋友们面前，我知道是你们其中一个人干的，所以跟着我说，如果我隐瞒真相，我就会下地狱。在那里我只能吃烧红的煤块，只能喝热可乐。在那里暴躁魔鬼会从背后偷袭，在那里我的灵魂会被割成碎屑。小新跟着大家一起念，丝毫不觉得害怕与羞愧。倒是眼镜仔没有坚持下去，看到树上飞的乌鸦，马上就让小新供了出来。牧师先是夸奖眼镜仔做得对，然后就带了罪魁祸首和告密者。牧师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清理每一个风琴管子，待到只剩下他们2个人了。小新十分生气，你这混蛋怎么能告密呢？我怕恶鸟把我的灵魂叼走了。灵魂？拜托，这世界根本没有这件东西，那是编出来吓唬小孩的。但是小新，每种宗教都宣称是有灵魂的，而且他们干嘛要撒谎？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的。牧师现在就在装钱呢。小新有些无奈，就算他是存在，他又在哪？眼睛在摸着自己的胸膛，大概在这儿。你一打喷嚏，灵魂就会伺机而逃，说声上帝保佑，他就会回来。当你死了，灵魂会爬出来，然后飞走。小新不以为然，那要是死在海底的潜水艇里呢？眼镜仔说他会游泳，甚至还有轮子。如果死在沙漠，他就会开回公墓。小新只觉得他无药可救了，他站起来说道，听着，你没有灵魂，我也没有，根本就没有灵魂这件东西。眼镜仔不再反驳，而是说，如果你那么肯定，你干嘛不将灵魂卖给我？你出多少美金？5美金，成交。协议达成。小新用教堂白纸写下了巴特的灵魂，就此换取了眼镜仔的5美金。小新又准备了新的恶作剧，能够用水泡发的恐龙。他先将他置于车道，再欢呼辛小妹前来，是有礼物给他。在他的想象中，等他将水枪射向小恐龙，他就会立刻变成大恐龙，将辛小妹吞入口中。但真实情况却只是恐龙只变大了一点，最后还顺着水流流进了下水道。小新很失望，浪费他整整5美元啊！你从哪挣的钱？我也要。我将灵魂卖给了眼镜仔。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做？你的灵魂是身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种鬼话你也信？不管灵魂是不是真的存在，但它是我们心中美好的象征。这些话依然没有打动小新，他只觉得妹妹愚蠢，转身就打算基于他的混账理论去了。辛小妹拉住了他，企图挽留。灵魂是你身上唯一能永存的部分，只花了5美元，眼镜仔就能拥有你。不料小新依旧是执迷不悟。你要是觉得很值，那我将灵魂卖给你4.5美金。这样真的是无药可救了。辛小妹转身离开，小新在他身后喊道：“我的自尊也卖的。”回到房间后，小新向床上宠物们打招呼，谁知这俩跟吃了炸药一样，一见到他
他就面目狰狞。还有更诡异的事情，小新独自一人来到了快易买超市，谁知自动开关门竟然毫无反应，但其他人靠近它就会自动打开。此时混混们正在冰柜上搞怪，小新也想加入他们，不料他使劲哈气，玻璃上依然没有出现水雾，他十分失望，打算离开超市，却又一次撞在自动门上。他摸了摸鼻子，终于发现今天有些古怪了。兄妹俩坐在沙发上，享受了属于他们的动画片时光，但这一次只有新小妹捧腹大笑，而小新坐在一旁呆若木鸡。等到妹妹笑够了，小新才说：“我知道这个很搞笑，但是我不想笑。”新小妹说道：“巴勃罗·聂鲁达说过，笑是语言的灵魂。也许现在应该做一个测试。”他将滑板放在辛巴的必经之路上，然后拉小新躲在了门背后。辛巴果然没有察觉，一脚踩在了滑板上，然后头卡进了栏杆里。新小妹不禁在一旁偷笑，但小新只是瘪了瘪嘴，他什么也感觉不到。新小妹很遗憾地表示：“我想你是真的把灵魂弄丢了。”就算狗子过来咬辛巴的屁股，小新也没有任何感觉。这下完大了，小新连忙去找眼镜仔，得知他在和白纸玩。小新马上跑到他玩耍的地方，然后就看见自己的灵魂正躺在泥土里。不仅如此，眼镜仔还用坦克碾压过了白纸。小新快步走到他的身边，我打赌你对灵魂已经厌倦了吧？没有。那么如果有人想买的话，哦，你想买回去吗？没问题，50美金。小新愤怒了，你说什么？眼镜仔拿着白纸，现在谁是蠢蛋啊？在他猖狂得意的笑声中，小新失落无比地离开了眼镜仔的家。夜晚，小新躺在床上十分不安，每天都会拥抱他。新妈察觉到了异样，她总感觉这个拥抱好像少了点什么。新妈接连猜了几个都不对，但总觉得小新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比如我没有灵魂。新妈大笑道：“亲爱的，你又不是怪兽。”说完就揉揉他头发离开了。梦境中，小新似乎进入了一片虚妄之地，他所看到的孩子们都在和自己的灵魂玩耍。小胖子走过来表示他会支持小新，但其实只有双重的嘲笑。就连没有朋友的马丁现在也能够和他自己的灵魂共同划船。看着其他孩子们都纷纷跳上船只，朝着远方极乐世界去了。小新也坐上了一条船，但他的灵魂如今在为眼镜仔服务，拼尽全力却只在原地打转。此时路过他身旁的双胞胎姐妹唱了歌谣：“小新别做梦了，你能做到的只有尖叫。”听完之后，小新直接从梦中惊醒了。一天，全家人去老谋子饭店吃饭，老谋子亲切地招待了他们，因为是老主顾，他为他们排了好几个雷，还提了合理化建议。没过多久，餐点就上齐了。全家人例行做饭前祷告，除了小新，新小妹故意将祷告词念了出来：“上帝，求你怜悯我的灵魂，还有我爸、我妈和小小新的灵魂，以及每个基督教徒的灵魂。”对面小新终于受不了了，用手边食物砸了新小妹。在妈妈斥责声中，他跳下座位，表示现在就是要回自己的灵魂。辛巴还想让儿子吃完饭再去，不过想要他走了，这些都是自己的了，于是就大声叫喊道：“快跑，孩子，快跑！”趁着小新逐渐远去，现在说一下老谋子酒吧怎么变成老谋子餐馆了。某天，习医生带着家人们出去吃晚餐，恰好开车经过老谋子酒吧，于是习医生提议去这家看看。不料他刚一打开门，就发现里面漆黑一片，且全是酒鬼。虽然老谋子极力解释这就是家庭餐馆，但习医生还是带家人离开了。老谋子想要最近，只要有人去过家庭餐馆，就不会有人想来到他这湿冷的地窖了。看样子是时候做些改变了，他要将这里打造成别人愿意将家人带来的地方。辛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不愿意，瞧，我的小女儿就在这儿。有了这方面打算后，老谋子开始征集新店的名字。辛巴说了好几个他都不满意，最终还选了他自己想的某叔叔家族饲料袋。这时油炸鸡来了，看这体型也算是斥巨资了。没过多久，老谋子在电视上为新饭店打广告，愉快的孩子们，新颖的涂鸦，给力的生炸，看顾客们满意的神情，似乎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并且在广告最后，老谋子承诺，如果结账时候没有看见他笑脸，那么这顿饭就算是他的，不用给钱。说完，他还对野幕展现了一个夸张的笑容。接着就辛普森家前来吃饭的时间，这里的确和以前大不同了，不仅顾客爆满，座无虚席，就连弗兰德都选择在这里给儿子庆生。他向罗德表示，你今天生日可以点任何东西。罗德看了看菜单，马上说100万美元生日炸薯条。没想到他歪打正着，点个让老谋子兴奋的餐食。只见报警器响后，老谋子立刻头顶薯条出现在了桌前，这样的惊喜确实反响不错，就是有点烫头。在辛普森家点完餐后，老谋子转过身就遭到了糊涂蛋的水枪袭击，出于条件反射，他的脏话脱口而出，直接将糊涂蛋吓哭了。老谋子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连连赔礼道歉。但他的噩梦还远没有结束，在他送餐的时候，头顶警报器又响了，这就意味着他又要顶着炙热的薯条表演那滑稽的戏码了。而且这一次是双胞胎姐妹生日，第二次表演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结账也没能让他好过。在路上遇到用画作嘲他小朋友，用餐完毕的客人以他脸上没有笑容拒绝付钱。在他万分绝望之时，警报器又响了，老谋子忍耐就快要到极限了。这时一个小女孩拉住了他的
衣服。牟叔叔，此打水太冰了，我牙好疼。老毛子终于爆发了，那太糟了，老子教你该往哪里倒苏打水。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特别是托德，竟然也学会了说脏话。弗兰德连忙带家人离开了，紧接着店里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徒留老毛子一人对着满屋空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改变，这里又变回只有酒鬼老毛子酒馆。现在回到主线剧情，小新离开餐馆后，立刻跑到眼镜仔家，但因为他家现在在给土豆杀虫，所以全家人都到眼镜仔外婆那里去了。小新问杀虫人员有没有注意到眼镜仔手里拿着一张纸，当然他不会忘记这个。在骑自行车寻找眼镜仔外婆住处的时候，迎面开过来一辆车，还好他闪得快，不过自行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过那个潮他司机也没落得好，直接将车开下楼梯。没有自行车后，小新只得跑着去找。这时他遇到糊涂蛋和警长，因为街边有个流浪汉，警长下车探明情况了。小新又趁机爬上了车，他想像眼镜仔获得自己的灵魂一样，通过1美元去购买糊涂蛋的灵魂。但糊涂蛋不知道要不要赚这个钱，看小新不断向自己逼近，他又哭了起来，声音吸引了警长注意，于是小新只得逃走了。长时间的奔跑之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没成想，他虽然见到眼镜仔，但他的灵魂已经被眼镜仔卖给了漫画男，用来交换眼镜仔很喜欢的一款游戏。小新简直不敢相信，马上又朝着漫画男店跑去。因为已是深夜，这里并没有开门，他又蜷伏在门口勉强睡了一夜。漫画男刚看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他是在等签名，于是告诉他签售会已经改地方了。小新告诉他自己是想要一张纸。漫画男了然，你是小新吧？很不幸你来晚了，我昨晚把你的灵魂卖出去了，而且那个买家只买那个，且不想透露身份。小新绝望地回到家中，现在他已经失去了灵魂的一切线索，只能祈求上帝向他忏悔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恐惧。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将会被怎样对待，他真的很想将他们要回来。就在他苦苦哀求之时，他灵魂从天飘了下来。原来最后的买主是辛小妹，她用自己存钱罐里的钱买的。小新十分感激，亲吻了妹妹。辛小妹希望小新能够明白，人类不是生来就有灵魂的，而是通过痛苦、深思和祈祷的历练之后学习而来的。就像你昨晚所经历的那样，我小新正在吞噬他的灵魂，似乎对妹妹的话不甚在意。夜晚，小新又进入了梦乡，这一次他身旁有自己的灵魂相伴，他们还通力合作，把马丁灵魂种入了水中，最后心满意足向极乐世界划去。灵魂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还像空气一样至关重要。若失去了灵魂，便丧失了对世间万物的感知能力。虽人在，神已灭，宛若行尸走肉于五彩斑斓的世界。当你决定遗弃它时，意味着放弃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就意味着一切喜怒哀乐都与你无关。就像一开始贩卖灵魂的小新，他蔑视神灵，亵渎宗教，自以为相信这些的人都是傻瓜，到头来却是自食恶果，悔不当初。其实抛开宗教不谈，现实中也不乏缺失灵魂的人，他们终日虚度光阴，蹉跎年华，在虚拟世界中高谈阔论，大肆抒发自己的情感，但对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异常冷漠麻木。这不就像是失去感知、没有灵魂之人吗？愿你我都能在快餐情感中坚守自我，不要对本该珍视的一切失去热情。长鼻子的一天从公益作秀开始，他手提了垃圾袋和打扫工具，站在聚光灯下，并拉出了高调企业家低调做公益的招牌。照片拍完了，他扔下公益那套行头，转身成了企业家。收拾垃圾就交给下面的人吧。辛巴原本也应该在这群收拾垃圾的人中，正当人们找他的时候，才发现他正站在瀑布的上面朝他们挥手，看别人招呼他就准备下来，谁知踩滑了，从上面摔了下来，沿着水流一直被卷进了涡轮里。好吧，这下彻底不用工作了。正当下面人对这一人间惨剧表示哀悼，瀑布上方辛巴和小新却探出了脑袋，原来摔下去的不过是花钱买的假人。愉快周六开始了，不用上班，辛巴悠哉悠哉躺在吊床上，妻子和孩子们也在周围玩耍。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辛巴打开门，看到了一群神情悲痛的人，他们表示自己对于辛巴的死十分哀痛，同时劝慰辛巴尽快振作起来。辛巴接过他们手里的报纸，看着报纸上对辛巴死讯的报道，告诉他们辛巴在吊床上躺得好好的。一群人在辛巴的带领下来到后院，看着那张空荡荡吊床，都以为辛巴是过于哀伤，以致出现了幻觉。此时，辛小妹愉快向众人打招呼，黑领带当即要给辛巴介绍儿童心理医生。晚上，辛巴的2位姐姐也来了，和别人哀伤的情绪不同，他们的表情十分愉悦，还拿出从辛巴结婚时就准备好的辛巴的墓碑。辛巴生气地赶走2位姐姐，扶着们不住地叹气。可惜老天连叹气的权利也要剥夺，因为大家都知道辛巴死了，所以电工断了辛普森家的电。这长鼻子的效率确实很高。事已至此，再生气也没有用了。辛巴命令辛巴明早必须去把死亡记录改回来。辛巴来到了修改档案的办公厅，趾高气扬地把名字告诉了这个办公人员，大声叫嚷自己没有死，命令马上把自己的档案改过来。话刚说完，办公人员就已经给他弄好了，没有敷衍
他，也没有耍官腔，直接就办好了。想象中那些刁难没有出现，辛巴反而有些不高兴，想挑挑这个小职员的毛病。他看着已经修改过的档案，一会儿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一会儿说自己的老妈已经死了，反正就是没事找事儿。他还告诉小职员，墓地上那个天使雕塑的下面埋着的就是他的母亲。小职员没有生气，好脾气的劝他自己亲自去看看那块坟墓。辛巴扒开天使雕像上厚厚的树叶，看着上面写的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名字，大发雷霆，踢了几下墓碑，决定再找找，也许老妈的坟墓在其他地方。辛巴到处寻找，谁知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坟墓，大惊失色的他掉进为埋他准备的墓坑。正当他摔得腰酸背痛，一位妇人生气的看着他，命令他赶紧从自己儿子的墓里出来。辛巴瞪圆了眼睛，难道说妈妈？妇人看着眼前的人，侯默母子相认了。在这阴差阳错的时候，对方都以为自己死了而前来扫墓，恰好使得他们在此相遇了。辛奶奶用手帕细细给墓坑爬出来的辛巴擦脸，这是一个极富母爱的妇人，她怜惜看着自己的孩子，内疚自己的离开可能给他带来伤害。辛巴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展示了少有的温柔的一面。辛巴带着老妈兴冲冲的回到家，向家人隆重介绍自己的母亲。孩子们跑过来问自己的婆婆去哪里了，辛妈吃惊的不停的在一旁打嗝，小心对着自己的婆婆算了一笔账，希望她能把这些奖励折现给自己。辛巴一把捏住儿子的脖子，你这不孝子，敢这么跟你老子亲娘说话？辛奶奶并不在意，叫辛巴住了手。辛巴带着老妈参观自己的卧室，在谈论到往抽屉里塞衬衫的事，两人会心一笑。辛巴感动于自己的一点一滴，妈妈都记得，不禁露出怀念的神色。辛奶奶和辛小妹坐在台阶上，奶奶告诉孙女自己看她的那些奖状，夸奖她十分了不起。辛小妹表示那只是炫耀给小辛看的。奶奶认真的看着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当年也因为能读懂9年级的书而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辛小妹这才敞开了心扉，她也能读懂。奶奶又说了一串自己当年的事，辛小妹表示自己也一样，两人聊得十分投机，相对着开怀大笑，他们是多么相似啊！奶奶对着自己的孙女有些遗憾，这么晚才遇见她，他们紧紧相拥。然而在这温馨的时刻，突然经过的警车令奶奶大惊失色，慌忙的逃回了房间。一家人都察觉出了奶奶有些不对劲，为什么她不告诉我们她这些年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她的钱包里会有这么多的身份证？为什么她会怕警察？为什么她会突然丢下年幼的辛巴？打定主意后，一家人决定亲自去询问原因。在打电话叫警察的威胁下，奶奶终于说出了她的过往。那还是在辛巴很小的时候，她像往常一样唱着歌哄睡了儿子，向自己的丈夫夸赞儿子的乖巧。丈夫瘫在沙发上，随意敷衍了一句，叫他不要再打扰他看电视。就在那个时候，她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发卷曲的男人，看着他桀骜不驯的面容，她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的想法。她想要改变，要反叛，要走出世界。然而自己的丈夫却是一副好吃懒做的屌丝样。很快她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共同抵制那个邪恶长鼻子商人。为了彻底阻止商人搞破坏，他们精心策划了一次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成功的杀死了那些危害社会的细菌。然而在他们逃跑的时候，正巧撞上了前来查询的商人，他们的脚踩过他的身体，他终究是于心不忍，扶起了倒地不起的长鼻子。然而就是这样，他成了唯一被记住样貌而被通缉的人。无奈之下，他只能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后来辗转各地，做了很多份工作，大家都被奶奶经历感动到了，明白了他是不想家人们受到连累才出走的。辛巴质问老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联系自己，奶奶表示自己每年都有寄礼物回家。辛巴不相信，两人就一起到邮局去查礼物的消息。礼物确实是有的，只是因为辛巴没有给邮差小费，所以没有送过去。辛奶奶站在门口等待着辛巴取件回家。然而这一幕正巧被长鼻子看见了，他看这个有些眼熟的女人对比着墙上泛黄的通缉照片，他想起了这女人，20多年了，他还是没有忘记这个女人。长鼻子向来睚眦必报，虽然他现在也过得不错，但得罪过他的人他绝对不会放过。他离开邮局后，马上通知 FBI 逮捕这个女人。奶奶正在和自己的孙女合奏，辛普森一家处在祥和宁静的气氛中。爷爷的到来打破了眼前的平静，他看着奶奶大声叫嚷，表示自己没有一个做逃犯的妻子。看着面目可怕的爷爷和一旁不卑不亢的奶奶，也许家人都能理解奶奶当年的决定。奶奶给孩子们单调的衣服上画上了漂亮的花纹。辛小妹对有这样的一个奶奶感到欣喜又感动，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捡来的，直到奶奶到来，才让她真正有了家的感觉和强烈的归属感。奶奶也感动在自己孙女的身上看到他们那代人的气质，一切都洋溢在幸福和美好之中。然而危机也就潜藏于眼前的平和之中。在长鼻子的监督下， FBI 从未停止过寻找辛奶奶，他们很快寻到了踪迹，这个人一定和辛普森家有关。一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餐，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团圆过。奶奶觉得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但是一个电
电话，打破了他们的欢声笑语。接过电话后，辛巴紧张看自己的家人，吩咐老妈再看他们最后一眼，就和自己躲进厨房。抓他的人来得很快，但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辛巴已经带着自己的老妈跑了。辛巴十分感谢这在危机时刻通知自己的陌生人，原来这个人竟然是当年长鼻子手下的保安。当时辛巴团队释放的消灭细菌的气体治好了他的哮喘，他决定还一个人情给他。接老妈的车来了，短暂重逢之后又迎来了离别，新奶奶又要过回暗无天日的逃亡生活。而经过这一天与母亲相处，辛巴的心里也满是不舍，他深深感受到了离别痛苦。辛巴安慰他，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永远是自己的骄傲。母子紧紧相拥，车夫的催促只得让他再次离开了心爱的儿子。辛巴看着妈妈的车消失在道路尽头，看着夕阳越走越远，慢慢的放下了挥别的手。他并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从落日余晖来到了漫天繁星。新奶奶的出现无疑给一家人带来了欢乐，她让新小妹找到了家的归属感，让辛巴重新变回了一个向母亲撒娇的孩子。她用自己的爱得到了家人们的认可与尊重，即使是她为家门不幸的丈夫，也能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为她逃跑拖延时间。虽然到最后也许还是会面临分别，但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孤独的上路，她的身后有家人的牵挂，会伴随她去到任何地方。辛巴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妈妈的人，她的妈妈是美丽善良又勇敢的，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爱她。无论他们将相隔多远，他们的心都将永远连在一起。全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搞笑小品逗他们哈哈大笑，但老辛普森却不感冒，走上去就要换个频道。经过他的一番敲敲打打，电视机直接废了。也许还是待在养老院更适合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全家人还很高兴换新的电视机。兄妹俩忙向爸妈建议，哪的质量不错。然而辛巴浇灭他们的热情，咱们加什么条件，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他选定的地方是几百公里之外的商行。全家人抵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这里的电器确实比镇上的便宜。经过老板的一顿忽悠，电视机很快就买好了。另一边，母女俩正在逛低价服装店，便宜没好货，但抵不过主角光环。新小妹钻进一堆里一阵翻找，竟真就让她淘到了一件宝贝，一套香奈儿女装。看着原本要卖2800的衣服，现在只要90，而且上身效果也很好，简直为辛巴量身定做的。但辛巴还是觉得不应该花这闲钱。看她这么犹犹豫豫，新小妹都急了，你每天都为家里操劳，怎么不知道对自己好点呢？本来就有些心动的辛妈，在女儿的推波助澜之下，终于大手一挥买下了这件衣服。但这么美丽的一身衣裳，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却没有多少崭新的机会。辛妈原本想穿上去高雅的剧院，结果却只能去快易买超市。正当阿普向她卖力推销新品时，辛妈的高中同学走了进来，因为不会用笨枪，他来寻求帮助。看这气质，这打扮，近些年应该混得不错。认出辛妈后，他分外热情打招呼，倒是把辛妈弄得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得知她真的嫁给了辛巴后，这女人的态度就有些冷淡了，因为辛妈会用笨枪，就帮她加了油。女人看她又是熟知车技，又是名牌加身的，对她那是赞不绝口。但任凭老同学彩虹屁吹上天，辛妈还是很清楚，她跟人家是两个世界的人。可能是感谢辛妈帮了她，女人临走之前邀请辛妈带着全家明天一起去乡村俱乐部。或许人家只是随口一说，但辛妈却极为看重，又是儿子梳头，又是让丈夫取下领带的。小妹很抗拒妈妈的行为，在她看来，那里不是势利眼，就是投机分子。但反对无效，一家人还是来到了俱乐部。所有的不愉快都在进门之后都消失不见了。四周绿树繁花，美丽的天鹅在湖中畅游。辛妈觉得他们一定能很快融入这里。刚一进入那栋宏伟的建筑，昨日遇到那位老同学就亲切的过来招呼辛妈。跟阔太太们第一次接触并不算成功，辛妈一开口就透露了贫穷的气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格外拘束，就在一旁傻站着也不动。得知可以自由活动了，辛巴也只是招了招手，让孩子们一起去车上等妈妈。有钱的世界就这么枯燥无聊，他们聊天内容就相互炫富。做饭对于辛巴来说应该是基本技能，但对于这些阔太太来说只是一时兴起，只要高兴，厨房炸了也没有关系。即使他们是这样格格不入，但只要能坐下聊天，辛巴依旧很高兴。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还难掩兴奋。其他几个就没有这么好的经历了，个个没精打采，就像霜打的茄子。小恩在浴室里遇到了变态，而新小妹则是觉得他们和有钱人不一样。辛妈赞同女儿的观点，不过她想说的是，有钱比他们好，如果能够继续交往，他们也能变得更好。还是觉得家人们拖了自己的后腿。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了这里。吃饭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对食物不满意，直接将整盘都倒在了地上，这引起了新小妹的不满。她觉得整个俱乐部都奢靡成风，还让他们的下一代都给宠坏了。不料谴责话还没说完，新小妹就被奔跑的骏马吸引了目光。众所周知，她对马是没有抵抗力的，于是乎，小妹就这样沦陷了。辛妈自然是跟那些阔太太在一起，因为手气太好，她一个人赢了3甲。阔太太们就提议换件衣服再战，他们倒是随手就能拎出一堆名牌，但这对于辛妈来说就有些尴尬了。辛巴还去体验了一把有钱的生活，打高尔夫。
夫，不料一杆子下去打中是自己的脚。就在他准备作弊改分数的时候，高尔夫专家汤姆找到了他，他好心教导了辛巴该如何挥杆。可能是天赋异禀，有专人教导之后，辛巴只打了一次，球又差点进洞了。为了能够穿上新衣服，辛巴连用织布机改装了原本那套。因为他那精湛的手艺，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纷纷夸他新衣服不错。聊天的时候，新小妹骑马疾驰而过，看样子他们一家渐渐真的融入这里了。老同学表示，若是周日的舞会进展顺利，他愿意当辛巴的入会保证人。眼看就要美梦成真，辛巴很是高兴，他已经迫不及待成为有钱中的一员了。但一个声音击碎他的美丽幻想，阔太太之一的小黑说：“就靠这些香奈儿，你拿什么打动他们？”听到同伴这句话，这些太太们都笑了起来。老同学出言安慰了辛巴：“没事的，你一定会有件漂亮的新衣服，也会成为舞会上的焦点。”又是新衣服，这个愁坏了辛巴。此时辛巴倒是心情大好，利用当时学到高尔夫知识，他在公司的厕所里实操了起来，每颗球都能准确无误地打进了马桶。刚好他打球的画面被秃头看见了。作为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高尔夫球手，秃头觉得找到能和自己一较高下的人，他立刻让秘书安排和辛巴的球赛。辛巴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是激动，他想要堂堂正正的赢得比赛，然后从秃头那里获得梦寐以求的奖杯。辛巴现在忙着改衣服，也不怎么搭话，他就一个要求，赢了之后别太得意忘形，毕竟想要融入有钱的圈子，必要的风度和礼貌是不可缺少的。辛巴走后，小妹又开始喋喋不休了。她好不容易才骑了一次马，就想把所有的感受都说给妈妈听，但今晚就是参加舞会的日子，辛妈没空搭理女儿。但辛小妹实在是太高兴了，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辛妈再怎么让她别再说了，她也不管，还在床上又蹦又跳，最终终于把辛妈惹火了。好不容易辛小妹离开了，衣服也做好了，没想到还是出幺蛾子了。辛妈不小心踩到了缝纫机踏板，整条裙子都被毁掉了。沮丧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辛妈将面对难题告诉了两位姐姐，她们的确有很多套晚礼服，可是没有一套是适合辛妈的，要么就是太大，要么就是太小，总之穿这些敷衍一定会被笑掉大牙。此时辛巴已经到达了约定的地点，放花的环节结束后，比赛正式开始。首先开球是辛巴，他这一球打确实挺远，可惜进了沙坑。接着是秃头，他这一球很完美，打在草地的右边。看着一旁的辛巴还在瞎琢磨，秃头忍不住出言提醒，让他用沙地杆，可这家伙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球杆，就随便拿了一个。渐渐的，两人之间差距越拉越大，辛巴已经落后4杆了。又轮到秃头了，看到他这个球朝树林飞去，辛巴得意的笑了，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不料秘书却说，老板神机妙算，这个球恰好落在草坪上。辛巴满脸的不相信，他怎么可能一次就打在草坪上？陷入狂怒状态，辛巴一言不合就拿着球杆乱打，原本发泄一下也就罢了，谁知球杆脱了手，还砸中了阿壳，这还真是在哪都能中枪。得意洋洋的秃头开始给辛巴上眼药，怎么了？你就不能2杆之内打到草坪吗？这给辛巴气得不轻，用力一挥就打了出去。接着两人就听到一阵哀嚎声，他们在球洞附近发现了头顶大包的秘书。秃头很是诧异，你在这儿做什么？辛巴也很是奇怪，因为在秘书身上又跑出了好几个球，秘书还想狡辩说其他的都是蛋，这样的谎言可瞒不过辛巴。他扔进嘴里尝了一下，就知道这是啥玩意儿。辛巴总算是明白了事情真相，无论秃头球落在哪里，秘书都能够在草坪上放个新的。秃头显然也是才知道这件事，他觉得秘书是多此一举，毕竟他可是世界上最好的高尔夫球手之一。自从秘书帮他捡球以后，他就没有输过，这下才是真的破案了。原来那满墙奖杯都是靠作弊得来的。辛巴知道后简直不要太高兴，边走边嚷嚷着要将这件事公之于众。秘书忙制止了他，说只要辛巴能够对这个行为保持沉默，老板今晚一定会让他成为会员。他们将辛巴的命门拿捏死死的，知道辛巴对入会极其看重，于是辛巴只得默许他们的要求。低价服装店里没有淘到心仪的衣裳，但辛巴还是不愿意轻易放弃。他来到香奈儿专卖店，橱柜那件立刻吸引了他的目光，转眼那条华丽的裙子就穿在他的身上。人们从来不会吝啬对美好事物的夸赞，但会有人求证美丽背后的真相。辛小妹也这样知道妈妈的衣服从何而来。面对女儿的连环发问，辛巴有些招架不住了，于是他像那天一样诱惑了辛小妹。辛巴即将把车开进主楼的时候，又出问题了。辛妈不愿意别人看到他们的小破车，见丈夫没有停下，她直接拔下车钥匙，从门口到俱乐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去的路上，大家一直在想晚上要做的事。辛巴打算讲些奇闻异事，小新打算扮成意大利伯爵。辛小妹想问问他们知不知道那些仆人姓什么。辛妈听到他们这些算盘，气得跳脚，她允许家人们在今夜胡闹，让他们好好表现。辛妈这样的状态把他们吓得不轻，全都表示自己会听话，什么也不说，就连小新都吓得不敢吸奶嘴了。看气
妻子毅然决定朝上流社会迈进。辛巴失落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已经上等人了，不像我们，什么也不是。”辛巴一听到这句话，瞬间从之前那种狂热状态中恢复了。他转身奔向了自己的家人，他们才应该是他最珍视的。打的音乐响起，舞会开始了，但辛巴已经没有当初的疯狂，他现在更想和家人们过平凡的生活。虽然那有钱人为了辛普森家的加入，还是做了一些事，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趁着快餐店还没有打烊，全家人进去饱餐了一顿。开门穿得这样漂亮，服务小哥以为他们才参加了音乐会。听到辛巴说他们更愿意待在这里，服务小哥觉得这人是疯了，因为他觉得只要不是在这儿，待哪都愿意。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可有钱和普通人之间似乎天然就有两个阶层，有钱人享受了最好的一切，锦衣玉食，不用为生计忧愁，而普通人只能辛苦工作，任劳任怨，还时常担心衣食住行。所以普通人总是不择手段，也想进入上流社会，仿佛只要进去了，自然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可其实只舍弃了自身的一切，换了南柯一梦罢了。何况普通人所拥有的，有钱人也未必都有。那些生活中的技能和点滴，同样也是十分宝贵的财富，比起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高贵，也许货真价实的平凡更值得把握。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了一部电影，有关于春田镇创始人春田的英雄事迹。那是1796年，一队人马因为误解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坚定地离开了马里兰，向着新罪恶之地进发。在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一只拦路的怪物，应该是某种陆生母牛，正不知所措。这时春田站了出来，只见他几步上前，骑在了母牛上，然后凭借高超的驯服技术，成功让这头凶猛的母牛温顺了下来。见春田骑牛归来，人们对他十分崇拜。还有一个小朋友问他，怎样才能成为像他一样伟大的人，注视人们期盼的目光。春田严肃且铿锵有力地回答道：“高尚的灵魂在小小的身体里逐渐成长。”这句话不仅振奋了电影中的人们，也点燃了正在观看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大声叫喊道：“春田万岁！”影片结束，校长走出来告知孩子们，下周就有春田的200周年纪念日，每个班级都要参与这场盛大的庆典。胡夫老师给班里的学生下达任务，各自写一篇关于春田作文来庆贺200周年，其中最后的18篇会整理成册，收纳入学校图书馆，以供任何想看的人阅读。家中，辛巴看着报纸上的人说，演出游行队伍中需要志愿者，他想去演个学徒。辛小妹看了下报纸，向父亲建议去做街头公告员怎么样？你一定会做得很棒。你真这样觉得？小新接过话茬，是啊，老爸，你是个又大又胖的大喇叭，需要走路的时候也比较方便。辛巴瞬间被点燃了斗志，既然孩子们都这么相信自己，那就尽力做做看。辛小妹来到了春田历史协会，里面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她独自观看了一段模型演绎的历史。这时馆长出现在她的身边，他表示愿意向辛小妹讲讲春田。辛小妹很高兴，告诉她她来这里就是为了查询春田的资料。闻此，馆长很乐意地为她讲起春田的历史。他说春田不是一位普通的爱国者，他完全比得上威廉·道斯和塞穆尔·奥提斯。此时辛巴前去应聘公告员，不料等他冲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到市长正要将这份工作交给弗兰德，还有他将尖锐的鼻音响彻大街小巷。弗兰德对市长表示感谢，然后就是念了一段庆典的祝词。很显然，这温和又无聊的语气着实不能令人满意。接着辛巴走过来，夺下了弗兰德手中的铃铛，他用力地挥舞着，高声为自己拉票。这股强大男子汉气概征服了在场的评委。市长虽也很高兴，但帽子和铃铛都是从弗兰德家拿来的。他很遗憾地表示，辛巴不能得到这份工作了。此时弗兰德说话了，这不过是家传的风俗罢了，不应该成为辛巴得到这份工作障碍。而且还没等他说完，辛巴就粗鲁地要来了帽子，然后在办公室里展他大喇叭的本质。另一边，馆长向辛小妹介绍了馆内最珍贵的展品，春田拥有过和用过的物品，他的横笛、斧头还有尿壶。此时馆长的微波玉米饼烤好了，于是让辛小妹稍等一下就离开了。辛小妹对展品很好奇，她戴上春田的帽子，然后拿起她的笛子想要演奏一段，没成想居然发不出声音。她再猛地一吹，从里面冲出来了一张纸，捡起张纸，辛小妹发现这上面写着春田的秘密自白，她又接着读了下去。原来春田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大英雄，首先他并没有驯服传说中的野牛，其次他并不是只有 Springfield 这一个名字，在1796年以前，他当海盗的时候所用的名字是 Springfield。看完之后，辛小妹震惊了，所谓的城市英雄原来是个骗子。不仅如此，春田死因还是白喉感染，吓辛小妹连连吐口水、拍舌头。听到馆长声音逐渐靠近，辛小妹连忙将张纸塞了回去。还好馆长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自从辛巴得了公告员这个职位，就连吃饭的时候也要摇铃铛。一旁看说辛小妹询问辛巴，如果春田并不像
将他装的那么伟大，你会怎么想？说着，他又向父亲展示了2张照片，一个是春田，一个是海盗，他们显然是同一个人。他还告诉父亲，春田在一次酒馆斗殴中被土耳其人把舌头咬掉了，所以他有一个银子做假舌头。他是18世纪80年最恶毒的人之一，还刺杀过华盛顿。那是在1781年的特伦顿，画师正在为华盛顿画像，这时春田破窗而入，让华盛顿把钱交出来。华盛顿自然不打算给他，于是他一个斧头就甩在了华盛顿身旁的墙上。但华盛顿也不是好欺负的，于是他们俩就在房间里扭作一团。最后被扑倒在地的华盛顿操起桌上的假牙，就夹住了春田的隐私部位。他自然是疼得毫无反抗之力。还是侍女向华盛顿询问国旗的事，春田才勉强逃过了一劫。春田这个名字就在那之后才开始用的。新妈在一旁也听到新小妹讲故事，她表示在她家族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可以选择住在春田镇或者另一个镇子。之所以选择春田镇，就是因为春田是个真正的美国英雄。听了妈妈的话，新小妹有些难过。这时辛巴走了过来，表示相信她。真的吗？当然，这种事你总是一说就准，只有这一次我选择相信事实。新小妹很感动，谢谢你爸爸。胡夫在班上分发学生们的作文，这一次就连糊涂蛋都是 A， 但新小妹却只得了个 F。她很难过，明明自己写的就是事实，但胡夫表示那不过是一个被激进分子臆想出来的早就死掉的欧洲老殖民者的故事。他甚至还说，就是因为有新小妹这种女人，才弄得他们都嫁不出去。回到家后，新小妹十分难过的回了房间，见女儿伤心，辛巴马上上楼来找她。新小妹告诉爸爸，胡夫认为整件事都是他编的，还说他是个激进分子，为了让女儿高兴起来。辛巴说，我们可以去砸学校。新小妹觉得没有用，因为没人会相信他。辛巴鼓励他，你有证据啊，我们去找他的横笛，把自白书拿来。于是父女俩来到了春田历史协会，没有跟馆长过多废话，辛巴只用钥匙打开了展柜，取出横笛吹了一下，里面纸张就射了出来。馆长将它摊开阅读了一遍，告诉新小妹，她一定是被这种把戏骗了，这种自白书完全就是伪造的。但新小妹却不死心，她觉得这份自白书刚好解释了为什么在1795年以前没有关于春田的记载，因为在那之前他叫另一个名字。听了他的话，馆长非常生气，直接对新小妹说，你给我出去，你被这个历史协会驱逐了。看着全镇上人们都在为青年做准备，新小妹不相信，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事实。父女俩来到打印店，新小妹嘱咐老板打印了100份写有真相的海报。她对爸爸说，你不一定要帮我的。新爸却表示，我当然要帮你，我对帮助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时老板也将海报印好了，新小妹手里拿着它来到了快易买超市。刚开始阿普对他想要贴海报的想法还挺高兴，但等他看到上面内容时，不禁大惊失色，连忙冲上去就把海报揭了。阿普表示，作为一个半合法的移民，你的海报会把我害了的。新小妹回到车上向父亲报告了败绩，辛巴安慰他，这阻止不了我们的，因为他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点子。辛巴摇着铃铛走进了老模子酒吧，他向大家表示他的女儿要告诉大家一些关于春田的事。老模子很喜欢新小妹，直接就呵斥住了正在抱怨的酒鬼们，将时间留给这位可爱的小天使。在大家满怀期待的目光下，新小妹再次说出了那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老模子将父女俩招呼过去，他向新小妹表示自己愿意支持她大部分怪想法，但这一次辛巴的英雄恐惧症让他厌倦。说着，老模子又对父女俩下达了逐客令。等他们走后，他还打电话向城市青年委员会反映了情况。没过多久，父女俩就被抓了。他们来到当初辛巴面试的地方，委员会成员都谴责新小妹，你怎么就说不听呢？春田不是罪犯，人们说他有银舌头是因为他口才很好。新小妹不服气，那只是个和事实混淆的传言。市长十分严厉说，你在篡改你根本理解不了的权威，我们有大公司赞助这次庆典。不料新小妹对赞助公司也说了真相，然后他们收拾东西就离开了。校长提议在庆典期间把这两人关起来吧。新小妹对他们说，去找那个银舌头吧，如果真的就是他所知道那个人，银舌头就一定还在他棺材里。成员们纷纷表示反对，这是对死者大不敬。这时辛巴又摇起了手中的铃铛，他向大家表示，如果真的热爱春田，就应该把他尸骨拖出地面，然后狠狠打他女儿的脸。成员们被他说动了，趁着月夜，威力将棺材挖了出来。馆长上前撬开了棺材板，一阵烟雾之后，人们都惊呆了。警长震惊地说，是谁将春田尸体用骷髅换掉了？馆长有些无语，这就是春田的遗骸。警长略显尴尬，那就开始找银舌头吧。他戴好手套，掰开了骷髅的嘴，然而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看着真相已然大白。看着警长用骷髅头嘲讽地唱起了歌，新小妹难过极了。辛巴安慰道，人都会犯错的呀，我们回家吧。这时警长叫住了辛巴，他说整件污秽的事都是辛巴的错，所以他没有担任公告员的资格了。市长前来没收他的铃铛，并勒令他把帽子洗干净之后送回去。回到家后，辛巴魂不守舍地拿着闹钟摇晃。新小妹见到后拍了他背，安慰道，爸爸真的很抱歉，我知道你很想参加游行，那不是你的错，宝贝，我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我不应该让你随我得意忘形的。他很想向女儿
而挤出一个微笑，可是他做不到。夜晚，辛小妹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时她听见有人在敲打她的窗户，原来是春田过来找她了。她质问她为什么要挖起逝者的尸骨，为什么要惊扰历史的灵魂。这样的威胁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华盛顿冲了进来，锁住了她的脖子。他告诉辛小妹，揭露春田工作做得很棒，不要现在就放弃，因为只剩一步，谜团就要揭开了。但辛小妹觉得自己造成了太多麻烦，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华盛顿告诉她，在他们革命时也有半途而废的人，如果辛小妹不愿意，她就要去找另一个小女孩当总统了，比如杰尼。辛小妹吓得不行，这个女孩会把最高法院的官员都换成男孩子的。于是她向华盛顿表示，她一定会继续调查下去。没有银舌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辛小妹心事重重盯着华盛顿画像发呆，看着看着，她突然悟了，于是不顾自己还在教室，撒腿就跑。她又来到了春田历史协会，从垃圾桶里捡出那份自白书，她要证明自己对春田说法是正确的。馆长十分不耐烦，你还嫌不够毁坏春田的名誉吗？还说什么海盗船、酒馆的斗殴和找不到的银舌头，那是因为你偷走了。你胡说，我是个古物研究者，我的工作就是发掘事实真相。但你发现真相的时候却无法接受，你无法接受自己把一生都献给了一个骗子，所以你将事实掩盖起来了，是不是？随着辛小妹的话越来越凌厉，馆长明显有些心虚，说话也变得结巴了。辛小妹已经决定一定要求个真相，别狡辩了，银舌头藏在哪里？馆长虽然不语，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一切。在旁边的展柜中，辛小妹发现了银舌头，馆长有些脱力地说，我以为永远没人会发现的。那时他上前打开了棺材，他就在那儿，闪亮舌头从嘴里伸出来了，仿佛在嘲讽了他所有的工作，他的一生。于是趁着烟雾散去之前，他又将它藏了起来。他还以为自己瞒过了所有的人。辛小妹表示，你的确瞒过了，但我发现了自白书上还揭露了其他的讯息。他走上前，将自白书放在了华盛顿画像的缺失处，两者合一，严丝合缝。馆长立刻明白了，这一定是春田刺杀华盛顿不成，逃跑的时候带走的。看窗外欢呼雀的人们，馆长意识到了错误，表示一定要让人们知道真相。他们一路冲到主席台，馆长简单说明了情况之后，就把话筒交给了辛小妹。辛小妹清了清嗓子，打算说出真相，话到嘴边，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台下有个老太安慰她，想想春田吧，话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受到鼓励后，辛小妹继续说道，我做了很多关于春田的研究。此时狙击手已经瞄准了她，师长让她再等一等，听听她会说什么。辛小妹看众人期盼的目光，哥哥和同学们在参加游行，爷爷和老兵们穿上了军装，就连小恶心都在挥舞着国旗。最终辛小妹没有说出真相，只说春田是个伟大的人。刚才鼓励她老太现在带头鼓掌，然后全场又响起来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接着游行继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馆长悄悄告诉辛小妹，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因为春田秘密值得守住。他让这座城市每个人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管是谁说过的，高尚的灵魂在小小身体里逐渐成长。说完，两人就转身离开了。他们刚走，一颗子弹就打到了主席台上。此时辛巴看了弗兰德当公告员十分不满，越过护栏就抢走他的帽子和铃铛。牧师的妻子还想让警察阻止他，但警长表示他也很想，但辛巴太棒了。这时辛小妹也来到了爸爸身后，辛巴将女儿放在街上，让她摇着铃铛，一起带着游行的队伍前进。伟大的历史人物总能得到后世敬仰，万民崇拜，尤其对于那些和自身息息相关的伟大人物，更是会让人们对他评价上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在春田镇人们心中，春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这个镇的创始人，更是一位英雄。所以任何表明他不是英雄的言论，在他们看来都是恶意造谣和诋毁。于是就形成了三股势力的对抗。首先就不明真相且声势浩大的民众，他们固执崇拜心中所认为那个英雄。其次就是以馆长为代表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选择隐瞒真相。最后就义无反顾寻求真相辛小妹，她不畏强权，不畏艰辛，只为不愧对历史。然而就是这样一颗坚定的心，最终却没有说出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背叛了历史，向权威低头，因为她已经找到比说出真相更值得守护和坚持的东西，那就是每一颗崇拜英雄的人们的心。虽然那个历史人物是虚假的，但人们向善的心是真实并会一直存在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期见，拜拜。